大家好，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，帮我点个赞。看完之后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也可以回答你。今天想要来跟大家介绍我去韩国读旅的时候住的地方，然后我是觉得还不错。它是一间鉴赏家公寓的饭店，它是在9号线。在那个国会市议堂那边下车，3号出口出来，然后回转的那一条路一直直走，第2条路口右转就会看到。然后它附近有操场，有 GS25，也有 CU， 然后也有 7-Eleven， 然后也有肯德基那些，可能要走一下。它的外观很漂亮，它的大厅是在 B 外，他们的柜台呢，就只有到晚上11点，确定的时间最早就是下午3点，他没有办法提早这样子。它的最晚退房时间是11点，柜台的姐姐也很好。它的1楼它有一台自助 check-in 机，然后它有中文，它就会印一个房间的一张密码给你，然后它是触控式的，所以要点数字。一进去呢，你就会看到一个柜子，然后门打开呢。它是可以放鞋子的，一层一层的鞋柜可以让你放。还有抽屉。旁边有一台电子衣橱，我有用过一次，还蛮好用的。就是有一天我去吃部队锅，然后整个外套都是那个部队锅的味道，然后我就去用，我就点，隔天它就没有那个部队锅的味道。然后它旁边呢有洗衣机跟烘干机，但是我没有使用，因为我不会用。厕所是干湿分离，它是没有浴缸的，所以它就是站着洗的那一种，不能泡澡。它的沐浴乳是绿色的，红色的就是洗发精。洗手槽还有一个洗手乳，蓝色的。然后你看这个镜子，这个镜子不单单只是个镜子，它还可以给它拉开。拉开的话就会有放一些毛巾啊、卫生纸。那个包起来的那个就是吹风机，对，吹风机它是放在镜子后面的，所以你在房间是找不到的，它是放在那个厕所里面，厕所的镜子后面，所以你要把它打开才看得到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打开的，它有很多空间让你放东西。然后它的马桶是免治马桶。方便，它还有煮的，它没有刀子哦，所以如果你要切东西的话，切东西跟剪刀你可能要自己准备，或者是自己去外面买。可以自己煮东西，它会有电子炉、微波炉。锅炉下面呢，它就是放一些锅子
大餐之类的。然后它的那个餐具呢是放在柜子上，还有提供汤匙、筷子、盘子，但就是没有洗碗巾，你可能要去买一个洗碗巾这样子。然后右边就是灭火器。在右边一个很像柜子的，但跟柜子不一样颜色的是冰箱。它冰箱呢，空间蛮大的，然后它上面就是放可以冰冷冻小东西，可以冰冷冻的东西。上面呢就是有那个自助的咖啡机，你要有那个咖啡胶囊才可以泡。他那边有卖胶囊咖啡，然后一个是1500块的韩币，然后要去 B1 的大厅跟柜台买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水槽，可以让你洗东西、洗盘子啊、洗杯子、洗蔬菜之类的。洗碗的那个网子，洗完之后，那个碗可以放在上面，然后让它晾干。房间床的部分，因为这个是我最后一天拍摄的，所以看起来有点乱。它整体就是很干净、很明亮。然后它外面就是像这样，对面是大楼，然后隔壁也有在盖的大楼。吊索就是万一饭店发生什么事，可以用那个吊索，然后下去。然后它的电视旁边有一个插座口，2个。第2个插座，刚刚介绍咖啡机的那边也有2个。第3个插座就是在书桌台上那边也有2个，再来就是床旁边这边也有2个。这个插座其实是蛮多的。电视，它这个电视很特别，它可以看 Netflix， 也可以看 YouTube， 也可以反正就是看韩国的东西。开关。想要看其他的影片的话，你要一直按往下按，然后看到一个房子的那个图案，就是回首页，就可以再重新找你要看什么影片这样子。它可以打中文啊，所以看一下。
个电灯的开关，这个开关呢就是那个化妆台的灯，上面那个呢就是进出口的灯。它的隔壁灯呢是床头上的灯。下面的灯呢，电视前面头上的灯。然后它右边呢有2个厕所灯。上面第一个，它是那个马桶上面的灯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洗澡的地方的头上的灯。床那边呢会有一颗灯，那个灯就是头上那个挂在那个墙上那个灯。其实它蛮大的，住起来真的是蛮舒服。